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泽木一贵先生所著的《体力怪物养成法：练出强健体力》这本书。今天的视频主要分3个部分。第一，我们将探讨人生说到底，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体力才是一切这一主题。第二，我们将讲解每天只需2分钟，坚持做这3种训练，仅2个月，身体就会发生惊人的变化。第三，我们将彻底解读体力怪物的习惯，不仅能够让身体变得更加健康，还能让你的储蓄和投资都变得更加顺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第一部分开始，来看看为什么说人生归根结底，无论男女，体力都是最重要的基础。那么，大家听到体力怪物这个词时，会想到什么样的人呢？所谓体力怪物，指的是一种与年龄无关，总是精力充沛，能够轻松应对日常生活，每天都充满活力，同时又坚韧可靠的人。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他们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疲劳，行动起来非常敏捷，而且几乎很少生病。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一些即使上了年纪，依然保持旺盛精力的人时，常常会忍不住感叹，为什么他们这么有精神？这些人正是我们所说的体力怪物。相反，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稍微活动一下就容易疲劳，到了傍晚更是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实际上，这种容易长期感到疲劳的状态，并不只是年龄增长造成的，它与体力下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体力其实是一种无论到了多少岁，只要进行正确的训练，就依然可以提高的能力。所谓体力怪物，并不是指那些天生拥有特殊身体能力的人，恰恰相反，他们往往只是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积累良好的习惯，最终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不容易疲劳、行动更加轻松，同时也更加健康的身体。所以，不要因为年纪大了就是这样，体力本来就会下降而过早放弃。任何人都可以朝着体力怪物的方向努力，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就可以把这种能力变成一项伴随一生的宝贵财富。那么，为了帮助大家大幅提升体力，成为真正的体力怪物，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体力究竟是什么。说到体力，大家可能会想到那些肌肉发达、能够举起重物的人，或者能够轻松跑完马拉松的人。但实际上，体力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些。体力这个词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可以进一步分为6个要素。第一，肌力，也就是让身体产生动作的力量，比如提购物袋、从椅子上站起来、上下楼梯等日常动作，都需要肌力。第二，肌肉耐力，也就是让身体长时间持续活动的能力，无论是散步、旅行、长时间做家务，还是进行自己喜欢的兴趣活动，都离不开这种能力。而一个人之所以容易疲劳，肌肉耐力下降往往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你稍微活动一会儿就感到疲惫，那么就有可能是你的肌肉耐力正在下降。第三，心肺耐力，也就是不容易气喘，能够持续活动的能力。想要走较长的距离而不气喘，或者轻松爬楼梯，都离不开良好的心肺耐力。第四，柔韧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身体的柔韧程度。现代人长期保持同一种姿势工作和生活，身体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僵硬，久而久之，就可能成为肩颈不适、腰痛等各种身体问题的原因。第五，平衡能力，也就是不容易被台阶绊倒，以及能够应对电车摇晃等情况的能力。这种能力和肌力一样，容易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而且与跌倒风险直接相关。因此，从年轻时就有意识地训练平衡能力非常重要。第六，爆发力，也就是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并立即行动的能力。爆发力对于预防受伤也有一定帮助，因此也是中老年人非常需要的一项能力。比如，当你差一点要摔倒的时候，能不能迅速迈出脚来保持身体平衡，就与爆发力有很大的关系。以上这6种能力，其实全部都与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动作息息相关。无论是走路、站立，还是坐下，都离不开它们。而这些能力都会受到年龄和生活习惯的影响，随着时间一点一点下降。因此，很多时候，等到自己真正意识到身体出现问题时，身体能力的下降可能已经开始影响日常生活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部分，
来讲解每天只需2分钟，坚持做这3种训练，仅2个月，身体就会发生惊人变化这一主题。为了让大家无论到了多少岁，都能够保持健康，拥有强健的体魄，本书一共介绍了3种运动，将这3种运动组合起来的一套训练，被称为轻量 HIIT。HIIT 是高强度间歇训练的缩写，也就是通过交替进行接近全力的运动和短暂休息来训练的一种方法。由于即使只进行很短的时间，也能够获得较高的运动效果，因此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这种训练方法最初主要被运动员和有较高训练水平的人采用，但近年来也逐渐普及到了以增进健康和减肥为目的的普通人群当中。不过，本书作者所推荐的并不是传统 HIIT 那样的高强度训练，而是刻意降低运动强度的轻量 HIIT。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运用了 HIIT 原理，同时又经过调整，让体力较弱或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也能够安全进行的间歇训练。那么，为什么推荐这种训练方法呢？这是因为它能够同时提高行动体力和防御体力，能够均衡地提升这2种体力，正是成为真正体力怪物的捷径。轻量 HIIT 最大的特点，运动后燃效应。轻量 HIIT 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能够产生运动后燃效应。所谓运动后燃效应，是指运动结束以后，身体仍然维持较高的代谢状态，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仍会持续消耗热量的现象。因此，与需要持续运动很长时间的有氧运动相比，即使运动时间较短，也有望获得较好的脂肪燃烧效果。而且不仅如此，轻量 HIIT 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能够同时进行力量训练和有氧运动。到了中老年以后，肌肉量往往比较容易减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只进行散步、慢跑等有氧运动，有时候甚至可能连肌肉力量也一起下降。而轻量 HIIT 则不同，通过将有氧运动与深蹲、弓步等自重训练结合起来，可以在保持肌肉的同时减少脂肪，也就是说，能够同时追求增强肌力和燃烧脂肪。可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一举两得的训练方法。此外，轻量 HIIT 对于提高心肺功能也被认为具有很好的效果。即使运动时间很短，通过反复进行让呼吸变得急促的运动，不仅可以提高心肺耐力，也能够有效增强肌肉的耐力。这样一来，你可能会逐渐发现，爬楼梯时不容易气喘，提着沉重的购物袋走路时不容易疲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都变得更加轻松。也就是说，你能够在生活中的许多场景中切身体会到自己体力的提升。至于防御体力，则可以通过调节自律神经和激素平衡来获得一定的帮助。像这种全身性的运动，有助于调节自律神经，使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之间的切换更加顺畅。由此可见，轻量 HIIT 是一种能够有效提升行动体力和防御体力的优秀训练方法。另外，它每次所需要的运动时间很短，因此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也具有更加容易坚持的优势。像散步、慢跑等运动，往往需要专门抽出一段完整的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去健身房。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明明是为了健康才开始运动，最后反而因为运动受伤了。特别是中老年人，开始跑步以后突然出现膝盖或脚踝疼痛，或者为了健康过度锻炼而伤到腰部，这些情况并不少见。而轻量 HIIT 则可以通过合理控制运动方式，在减少运动损伤风险的同时，帮助打造一个更加不容易受伤的身体。轻量 HIIT 主要以深蹲、踏步等利用自身重量容易控制的动作为主，因此，在不过度增加关节负担的情况下，也能够有效锻炼全身。同时，通过加入动态拉伸，可以让肌肉的伸缩更加顺畅，并扩大关节的活动范围。单脚动作和踏步运动还能够帮助培养平衡能力，从而降低绊倒和跌倒的风险，打造一个不容易绊倒、不容易受伤的身体。第一个训练，站立起身。那么接下来，我们终于进入具体训练的介绍。首先要介绍的第一个能够让体力大幅提升的训练，就是站立起身，是一种对身体负荷相对较轻，同时又能够高效锻炼下半身的训练。它不需要特殊器械，也不需要很大的空间，想做的时候随时都可以进行。
这种简单方便正是它的一大魅力，而且它能够充分使用大腿和臀部等人体中比较大的肌肉群，因此可以高效消耗能量。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基础代谢，也有利于打造不容易发胖、更加容易瘦下来的身体。那么，我们一起看看具体应该怎么做。首先，坐在一把稳定的椅子上，但不要完全坐进去，而是浅浅地坐在椅子前部，双手和双脚稍微向身体方向收回来，双脚之间保持大约与肩同宽。这时候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膝盖和脚尖要保持同一个方向，不要让脚尖单独向外或者向内偏转。开始之前，先调整好身体姿势，然后双手在胸前交叉，挺直背部。接下来，从髋关节开始，让上半身向前倾。这里不要弯腰驼背，而是想象自己在鞠躬，保持上半身相对笔直，从髋部向前倾，这样自然就能形成比较正确的动作姿势。然后，用整个脚掌牢牢踩住地面，慢慢站起来，不要只依靠大腿发力，也要想象着同时使用臀部肌肉来完成站立。接下来做相反的动作，慢慢重新坐回椅子，不要一下子把身体重重地坐下，而要用肌肉控制身体，安静缓慢地坐下去。另外，一定要确认椅子不会移动，并注意安全。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就是站起来的时候把下巴抬得太高，下巴抬高以后，背部容易过度后仰，从而导致动作姿势变形。因此，动作过程中要注意视线保持在身体前方稍微偏前的位置。第二个训练，后撤步，就是后撤步。后撤步是一种左右交替、一次移动一条腿的不对称训练。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走路还是上下楼梯，我们都会经常遇到需要用单脚支撑身体的情况。因此，后撤步是一种与日常动作直接相关、非常实用的训练。另外，在进行后撤步的时候，身体会自然地启动核心肌群，因此，它可以同时锻炼身体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这对于预防跌倒也是非常重要的。随着年龄增长，维持良好的平衡能力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后撤步还能增强单脚支撑身体的能力，同时帮助扩大髋关节的活动范围。因此，对于腿不容易向前迈出去或者走路时容易摇晃等与年龄增长相关的问题，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挺直背部，保持直立，双脚之间的距离保持在大约肩宽或髋宽，注意不要驼背，身体保持正直，视线朝向前方，保持正确姿势，是提高这项训练效果的重要关键。接下来，将一只脚慢慢向后迈，同时弯曲膝盖，让身体向下蹲。下蹲时，双手在胸前交叉，让身体下降到前腿膝盖大约呈90度的位置。这时候要注意，前腿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如果感觉难以保持平衡，也可以用手扶着墙进行，没有必要勉强自己。首先应该把正确的动作姿势放在第一位，然后用后腿轻轻蹬地，回到最开始的位置，左右交替，以有节奏的方式重复进行，不要利用惯性猛冲，而要注意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认真完成。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前腿膝盖向内塌。如果膝盖向内，就会给膝关节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因此，刚开始练习时一定要放慢速度，仔细确认动作姿势，等熟悉以后，再逐渐提高动作速度。当你已经熟练掌握这几种运动的正确动作之后，才算正式进入系统训练阶段。如果是初学者，或者对自己的体力没有信心，休息60秒也完全没问题。每完成一种运动后，都要充分调整呼吸，等呼吸平稳下来之后，再进行下一种运动。等逐渐适应以后，可以把休息时间慢慢缩短，例如50秒、40秒、30秒。进一步，如果你的体力比较好，最终也可以缩短到10秒。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体力水平，循序渐进地提高难度，不要勉强自己。一开始只需要完成1组，等身体逐渐适应之后，再慢慢增加到2组、3组，完全没有必要一开始就拼命训练，通过一点一点增加负荷，反而更容易长期坚持。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训练方法，所以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尝试一下。
接下来是第3部分，体力怪物的习惯，不仅身体健康，储蓄和投资也会变好。这一部分，我们要介绍一些能够大幅提升训练效果的优秀习惯。第一个习惯，一点一点增加负荷。为了提高体力，只是每天坚持做固定的训练项目，其实还不够。想要真正改变身体，还需要进行一些小小的调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渐进性超负荷原则。简单来说，就是不断给身体增加一点点新的刺激。也就是说，比昨天稍微多做一点，稍微难一点，通过一点一点增加挑战，才能持续提高体力。例如，刚开始的时候，你做10个深蹲就感觉有点吃力，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以后，身体逐渐适应，做10个深蹲已经变得轻轻松松，这也是身体正在变强的证明。但很多人到了这个时候，会犯一个错误，如果身体长期处于完全相同的负荷之下，就会逐渐适应这种刺激，这样一来，肌力和体力就很难继续提高。因此，重要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只增加一点点负荷。这个小小的变化，对于身体来说就是新的挑战，也会进一步刺激身体适应和成长。负荷不需要增加太多，只要达到感觉有一点吃力的程度就足够了。第二个习惯，不要让自己出现完全不运动的一天。接下来要介绍的体力怪物习惯，就是不要让自己出现完全不运动的日子。运动中有一个叫做个体差异原则的概念，它指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发挥运动效果，需要根据每个人的体力、身体状态、年龄和性别等情况，灵活调整运动方式。同一种运动，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应该用完全相同的方法进行。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调整训练内容，才能更加有效地提高体力。例如，同样是深蹲，如果一个人的膝盖存在疼痛，那么只做浅浅的下蹲，也可以成为很好的运动。而对于体力比较充足的人来说，则可以通过拿一些负重、增加次数等方式提高运动负荷。而且，即使是同一个人，每天的身体状态也不一样。有些日子会觉得今天有点疲惫，腰感觉很沉，但也有些日子会觉得今天身体特别轻松。因此，根据当天的身体状态，灵活调整运动内容非常重要。有一天只做拉伸也没关系，有一天只散步也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出现完全为零的日子。与其完全休息，不如做一些轻度运动，或者换成其他训练项目，这样可以防止自己的运动习惯中断。这种灵活调整本身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体力训练技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一开始下定决心要运动，但过了一段时间，不知不觉就放弃了。无论多么优秀的运动方法，如果无法坚持，就没有意义。相反，只要能够在不勉强自己的情况下持续下去，身体一定会慢慢发生变化。这就是所谓的持续性原则。体力并不是通过短期内拼命训练就能够迅速获得的。与其进行短时间的集中训练，不如通过每天一点一点的积累，让身体逐渐变得更强。实际上，与每周一次运动1小时相比，每天哪怕只运动3分钟，也更有利于形成持续的运动习惯。重要的并不是一次做很多，而是每天都让身体动一动。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辛苦，但坚持下去以后，身体会一点一点适应，运动也会变得越来越轻松。然后，在某一个时刻，你可能突然会发现，原来运动身体这么舒服，你会开始享受流汗的感觉。如果一天不运动，反而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到了这个阶段，就算真正成功了，因为运动已经不再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而会逐渐变成每天生活中的一种乐趣。正如前面所说，重要的是尽量不要出现零的一天，更重要的是不要半途而废。运动不是短跑，而是一场像长距离马拉松一样的人生长跑。只要不停止前进，即使速度很慢，身体也一定会逐渐发生改变。所以不要着急，按照自己的节奏坚持下去吧。第3个习惯，把日常动作变成运动。接下来要介绍的体力怪物习惯，很多人虽然知道自己缺乏运动，却很难真正付诸行动。其中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运动。这正是很多人需要跨越的第一道障碍。
对于工作和家务都非常繁忙的现代人来说，专门挤出时间运动确实并不容易。但这里需要记住一点，运动并不一定需要专门安排时间，并不是只有在健身房里流汗1小时才叫运动。只要稍微改变一下自己对于运动的认识，运动的门槛就会降低很多。例如，不坐电梯，改走楼梯，就是一种很好的运动。过马路的时候稍微快走一点，也是一种运动。看电视的时候站起来原地踏步，同样是一种运动。这些活动都不需要特殊的时间，也不需要特殊器械，它们都可以自然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因为可以融入每天的生活，所以更加容易坚持。运动最困难的往往不是运动本身，而是开始运动之前的那一步。但是，只要迈出第一步，之后就会慢慢形成习惯。所以，一开始可以从这种轻松、简单、能够自然融入生活的小运动开始，坚持这些轻度运动，可以帮助提高体温，并有助于维持免疫功能。同时，血液循环也会得到改善，自律神经和激素平衡也更容易维持在良好状态，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积极，对压力的承受能力也可能增强。所以，不妨把它当做一个实验，无论多么忙，也请首先为自己留出一点运动时间。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